been working out, haven't you? You could tell. I was hoping you'd give me a bath. I'm very, very dirty.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非常恐怖的电影《美国丽人》。男主强叔已经42岁，在一个广告公司干了14年，依然还是个职员。平淡的生活只能靠着每天清晨的一轮手部运动找点刺激。妻子翠花是一个房产中介，为了把完美的形象留给客户，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。他们还有一个性格叛逆的女儿小珍。家里的2个女人都觉得强叔很失败，只有翠花还对生活充满热情。很显然，她成为了家庭的主导者，强叔就只是每天浑浑噩噩的混日子。这天，领导找到强叔，告诉他公司要裁员，他可能会被辞退。强叔回到家抱怨为公司干了那么多年，随便来个新人就能顶替自己。母女俩没任何反应。小珍说让他们第2天到学校看自己啦啦队表演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强叔追过去想找女儿谈谈心，这个画面都被一个男人拍了下来。第2天一早，翠花就进入工作状态，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但是迎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户，还是没人愿意买她的房子。只剩她一个人时，翠花才崩溃地大哭出来。可答应女儿的事不能忘，赶紧拉上丈夫往学校赶去，总算没有错过女儿的表演。强叔以为就是几个高中女孩子随便跳跳，可注意到最后的一个女孩时，他两眼放光，彻底被吸引了。强叔慢慢地产生幻觉，觉得女孩子是为他一个人表演。一直到演奏结束，强叔还色眯眯地盯着对方。散场后，夫妻俩等女儿回家，可看到女儿和刚才那个女孩一起出来，强叔赶紧走上去介绍自己是小珍的父亲。女儿说女孩是她的闺蜜安琪拉，强叔夸她刚才跳得不错，并直勾勾地盯着，还提议可以拉上她一起回家。安琪拉说自己也有车。小珍看到父亲那色眯眯的眼神，催促她赶紧离开，强叔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小珍觉得父亲真是太丢人了，可安琪拉却觉得他很可爱。当晚强叔就做了个梦，梦到无数的花瓣从天花板上落下，而面前就是安琪拉妖娆地躺在花瓣里，对着他放电。另一边，安琪拉把小珍送回来，小珍还为晚上父亲的行为感到抱歉，安琪拉却无所谓，告诉小珍男人看到她流口水正常，因为她从12岁开始就成为其他男孩子幻想的对象，觉得自己以后能当一个模特，坚信自己不会是一个平凡人。小珍下车回家时又被男孩拍了下来，小珍也发现了他，男孩就打开灯，明目张胆地拍起来。小珍给了一个国际友好手势后赶紧回家，躲在窗帘后还隐隐有点开心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被人关注。第2天一早，强叔在女儿的笔记本上找到安琪拉的号码拨了过去，刚听到对方说话，小珍洗完澡从浴室出来，吓得他赶紧挂了电话跑进房间，可安琪拉却回拨了过来。小珍接住电话，看到了翻开的笔记本，对父亲又是一阵鄙视。来到学校，小珍看到了昨晚偷拍她的男孩，赶紧告诉了安琪拉，可安琪拉说他是个疯子，他们以前是同学，后来被父母送进了疯人院。小珍纳闷为什么会被关进疯人院，安琪拉觉得他是喜欢上了这个男孩，才打听他。正说着，男孩已经走了过来，介绍自己叫小帅，刚搬来小珍家隔壁。小珍质问他为什么像个变态一样一直偷拍自己，表示不会让一个变态狂迷上自己。小帅说他并不是迷上小珍，只是觉得他很有意思，说话还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让小珍还有点害羞。小帅走后，小珍觉得他很有信心的样子让人心动，而安琪拉却抱怨他竟然没看自己一眼。晚上，翠花带着强叔参加一个宴会，为了维护好形象，翠花让他表现出夫妻恩爱的样子。强叔虽然非常不愿意，也只能强颜欢笑。翠花结识了赫赫有名的中介王，做完介绍后，强叔就装不下去了，跑到一旁喝酒，却碰上了邻居小帅在这里做服务生。小帅觉得他很压抑，问他想不想 happy 一下，强叔瞬间来了精神。翠花和中介王却聊得热火朝天，中介王还邀请他第2天一起共进午餐。小帅带着强叔来到外边抽起了大麻，老板出来责问小帅为什么不工作出来抽烟，他直接连工钱都不要就把老板解雇了，这让强叔看得一愣一愣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冲劲这么大吗？马上就把小帅封为偶像。小帅说来酒店上班是个幌子，只是为了应付他父亲，其实他还有赚钱的路子。这时翠花出来喊强叔回家，临走时小帅告诉他需要烟草就去找他。2个女孩子听到大人们回来了，小珍想回自己的房间，安琪拉却非要给小珍父亲打个招呼。于是强叔刚关上冰箱，就看到一旁的安琪拉还在挑逗着他，仅仅是一个拿东西的动作，强叔紧张的不得了，幻想着女孩轻轻的抚摸自己，2个人还激吻在一起。等他缓过神来，翠花也走了进来。当听到女儿说安琪拉要在家里过夜，强叔激动的一口啤酒喷了出来。强叔悄悄在门外偷听女孩子们谈话。安琪拉说小珍的母亲看着好假，而她父亲很可爱，如果愿意练下肌肉，
就会和他深入交流。突然听到外边有声音，安琪拉打开窗帘，看到院子里用蜡烛摆出小珍的名字，二人不用猜就知道是小帅干的。那他现在肯定在偷拍。安琪拉对着窗子就扭起了小蛮腰，而小帅却只是拍着镜子里的小珍。强叔听了安琪拉的话，一溜烟跑到储藏室翻找起来，果然找到了2个哑铃，兴奋地练了起来。小帅也注意到正在锻炼的强叔，他竟然脱得一丝不挂地举着哑铃。小帅听到敲门才关掉摄像机，原来是他父亲老白为了检测他有没有在吸毒，要提取的尿液样本。小帅找了个借口说第2天给他，打发走了父亲，然后就从冰箱里拿出以前准备的样本。晚上强叔又做梦了，来到一个房间，看到正在洗澡的安琪拉，强叔缓缓走上前，看着充满活力的少女身体，他竟然伸出了咸猪手。可当翠花无意中醒来，竟然看到丈夫在做手工活，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强叔也很硬气。Oh, all right, so shoot me. I was whacking off. 翠花直接就不干了，说他们是夫妻，他也是有需求的。强叔说他们早就没有夫妻之实了，如果他想要那就让他来。翠花告诉强叔不要把他惹急了，要不然他就离婚让强叔一无所有。可一向逆来顺受的强叔终于坚挺起来。I'm not a drunk. I don't fuck other women. I don't mistreat you. I've never hit you. I did support you when you got your license. And some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entitles me to half of what's yours. 这让翠花无话可说。强叔就像打了胜仗一般，心里美滋滋的。第2天一大早，强叔就加入基佬邻居的队伍开始晨跑，并让他们指点怎样可以锻炼出肌肉。正在擦车的老白父子看到3人一起，还以为强叔也是个基佬。强叔停下来和他们打招呼。当得知老白是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中尉时，还来了个标准的军礼，然后和小帅一起进入房间。小帅打开一个抽屉的夹层，里边全是大麻，给强叔拿了一包上等货。翠花照常搭理庭院，竟看到丈夫在车库里撸铁，疑惑地质问他到底要干什么。强叔说要练胸肌、练背肌，让他要么在这里帮忙，要么就离开。翠花指责他一定会遭到报应，就气呼呼地走了。强叔来到公司，以领导公费寻欢的把柄勒索了一笔钱，兴奋地离开了公司。翠花也和中介王共进午餐。当得知他已经离婚，翠花被他的甜言蜜语俘虏，俩人到旅馆进行了深入交流。强叔辞职后开心地行驶在路上，可他不知头顶已是一片青青大草原。来到一家快餐店，应聘了一个服务生的工作。这时小珍和小帅也谈起了恋爱。小帅把小珍带回家，看到他父亲书房的墙上放着很多枪，偷偷地打开一个柜子，拿出一个盘子，竟是内淬石器的东西，说他父亲喜欢收集这些玩意。带小珍回房间看他拍的东西，看得正入神时，小珍亲了他。回到家时看到父母好像都很开心，俩人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。说着翠花就指责强叔不顾房贷就把工作辞了。看到俩人吵起来，小珍就想离开，强叔一声怒吼命令他坐下，一把就把盘子砸在墙上，表明自己在家里的地位，让2个女人都是很吃惊。饭后翠花想找女儿谈心，小珍说她和父亲一样变态，翠花给了她一巴掌。 You ungrateful little brat! Just look at everything you have! When I was your age, I lived in a duplex. We didn't even have our own house. 说完悔恨地离开。小珍来到窗边，看到小帅还在拍她，打个招呼后，他竟然脱掉了衣服。小帅正全神贯注拍的时候，老白冲进屋给了他一拳，吓得小珍赶紧拉开窗帘遮挡。老白发现书房的柜子被打开，以为是小帅找钱吸毒。小帅解释只是想给女朋友看看那个内淬盘子，并说女朋友就在隔壁。听到儿子有女朋友，老白才松手，走到窗边想看看儿子的女朋友，小珍却拉上了窗帘。老白又对小帅一番教导后离开了房间。这天翠花开开心心的回到家，看到院子里放着一辆红色跑车，质问强叔才知道他把旧车换了。强叔看到女儿不在家，妻子也换了新发型，就想干点什么。当俩人就要进行最后一步时，翠花却担心强叔的啤酒洒到沙发上，强叔一下子就没了兴趣，觉得妻子把物质看得比生命还重要，俩人不欢而散。此时小珍在小帅家里，小帅说他15岁的时候吸毒被父亲抓到，被送去了军事学校，结果还是被开除，结果又被同学嘲笑，要不是有人拉开差点把那个同学打死，后来就被送进疯人院住了2年，情到深处两人为爱鼓了掌。隔天一早刚锻炼完的强叔神清气爽地打一杯果汁，小珍告诉母亲安琪拉要来家里过夜，又指责父亲不要总是色眯眯地盯着闺蜜看。老白看到儿子开始梳妆打扮，想送他上学，可小帅说要和小珍一起，于是便打上了翠花的车。临走时强叔出来让小帅保持联系，他可能还需要上等烟草。老白看到这一幕却会错了意，赶紧跑回儿子的房间，翻开了他拍摄的录影带，看到的竟是强叔光着身子锻炼的情景。翠花和中介王运动完后需要补充点能量，就在强叔工作的餐厅点了餐。来取餐的时候刚好被强叔看到2人亲密的样子。翠花看到是丈夫还想狡辩，可强叔完全没有生气，嘲讽一番后告诉翠花，以后他才是家里的老大，并爽快地送上食物。翠花把中介王送到旅馆后，俩人决定先分开一段时间，他们的形象不能被破坏，要不还怎么卖房子。中介王下车离开后，翠花的情绪才爆发出来，一直待在车里不肯回家。强叔继续日常撸铁，看着逐渐成型的肌肉，信心满满。
发现大麻已经抽完，就联系了小帅。这边正在吃饭的小帅收到信息，谎称要给小珍送课本，就去了隔壁。老白却在窗口观察起了隔壁的动静，原本只是小帅给强叔送去烟草，并顺便帮他卷烟，可在老白眼里却是这样的情景。这时小珍和安琪拉回到家，屋里的二人听到动静赶紧收拾东西出去，可老白却认为他们有不正当关系。两个女孩子进家后，安琪拉一眼就看出强叔在锻炼，并上前抚摸他的胳膊，这让强叔心潮澎湃。小帅回到家后，老白已经在房间里等他，看到他拿的钱，以为是干不正当交易挣的钱，觉得是强叔逼他那么做的。小帅还想解释，老白根本不给机会，上去就是一拳把小帅打倒。他觉得儿子是个基佬，要把他赶出家门。小帅听到父亲的话，也不再解释，承认自己就是个基佬。老白愤怒地摆出个很娘炮的动作，让小帅赶紧离开。然后小帅就拿着行李下楼，看到了呆呆的母亲，和他告别，交代他照顾好父亲，就离开了家。外边已经下起大雨，翠花还在车里想着发生的事，她不能让自己的形象被毁，在家里的地位也不能被撼动，于是拿出枪放进包里，朝家里赶去，下定决心要干掉强叔。小珍正在劝安琪拉不要和自己父亲搞到一起，听到有人敲门，以为是强叔，打开门却是小帅。 If I had to leave tonight, would you come with me? What? If I had to go to New York to live tonight, would you come with me? Yes. 安琪拉说他们都是小孩子，这样出走会饿死的。小帅说他存的有钱，够他们花的。安琪拉说小珍不能丢下朋友跟他走，小帅却说安琪拉根本就不是小珍的朋友，只是利用他来满足自己的优越感，觉得安琪拉就是个平凡人。听到这话，安琪拉绷不住了，因为他最不愿意的就是成为一个平凡人，愤怒地走出房间，躲到楼梯上哭泣。老白淋着雨来到强叔锻炼的车库，询问强叔的妻子在哪。强叔毫不介意告诉他可能在某个中介的床上，他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，只是平时表现出来很和睦。看到他已经淋湿，强叔建议他脱掉衣服，老白却抱住强叔，竟然还想亲上去。原来老白也是个基佬，强叔赶紧推开他，告诉他可能有什么误会。强叔回到家看到了独自悲伤的安琪拉，安琪拉说他和小珍吵翻了，询问强叔自己是不是个平凡的人。强叔安慰他非常的完美，刚看到第一眼就爱上了他。两人来到沙发上，强叔慢慢脱掉安琪拉的衣服，马上就要进行最后一步时，安琪拉说她还是第一次，平时只是表现得很放荡。强叔还是忍住了冲动，给她穿上衣服。二人都缓解了下冲动后，强叔询问安琪拉小珍过得怎么样，他们很少交流，小珍也不愿意告诉他。安琪拉说她很快乐，而且现在正在谈恋爱。说完就离开去上厕所。强叔拿起一张全家福，看着小时候可爱的女儿，年轻时火辣的妻子，回想起以前美好的生活。可这时背后慢慢伸出一把手枪。小珍和小帅听到枪声来到楼下，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强叔。老白一身是血的跑回家，原来是他杀了强叔。翠花回到家看到这一幕，赶紧把包里的枪藏起来，本来是想干掉丈夫的，可真看到死去的丈夫，才意识到这并不是想要这样的结果，抱着丈夫的衣服嚎啕大哭。